在我們心中，佛陀的形象總是寧靜、超脫、圓滿。但你是否想過，在成為覺悟者之前，他究竟是誰？他不是生来的圣者，而是一个人，一个擁有我們所能想象的一切，卻又被這一切深深困擾的人。他的名字叫悉達多·喬達摩。他的第一個身份是釋迦族的太子。這是他的故事，一個關於真相、勇氣與決絕出逃的故事。這是覺悟的第一步。離開了奢華的牢籠，喬達摩踏上的並不是一條通向寧靜的坦途。他剪去頭髮，換上糞掃衣，成為了一個托缽沙門。但褪去太子的身份只是第一步，真正的難題是如何才能解脫生老病死的痛苦。他訪遍當時所有著名的導師，掌握了最高的禪定境界。他加入苦行者的行列，踐行最極端的戒律。他相信，既然感官的享樂是枷鎖，那麼征服這具身體或許就是通往自由的道路。一場以身心為戰場的更為殘酷的修行開始了。如果快樂是枷鎖，那麼痛苦會不會是鑰匙？帶着這個決絕的念頭，喬達摩開始了人類歷史上最著名的苦行之一。他走到苦行林的深處，進行了一場與身體極限的戰爭。他每天只吃一粒麻，一粒麥，受到肋骨突出，手觸腹背能相碰。他停止呼吸，忍受頭顱幾乎爆裂的痛苦。他相信，用最劇烈的痛苦焚燒盡內心最後一絲慾望的殘渣。6年，2000多個日夜的殘酷堅持，他從一個風華正茂的青年，變成一具形如骷髏、身如朽木的軀體。觸摸自己的肚腹，能觸到脊骨；觸摸脊骨，又能觸到肚腹。頭髮脫落，眼窩深陷，皮膚緊貼着骨骼，仿佛一具活着的死亡。他抵達了人類忍耐力的極限，也攀上了苦行實踐的巔峰。但是，當他站在這用痛苦鑄就的頂峰時，他期待的覺悟之光並沒有降臨，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黑暗。極度的虛弱讓他的心事渾濁，連集中思緒都變得困難。他不僅沒有接近真理，反而連思考真理的力量都快要失去了。就在這瀕臨崩潰的邊緣，一個看似平常的善舉成了照亮絕境的微光。一位名叫蘇加塔的牧羊女堅信這位苦行者是樹神化身，用最虔誠的心向他供養一碗乳糜，這是用牛奶煮的粥。那碗潔白的溫熱的乳糜放在喬達摩面前，這對於是要征服慾望的他是最後的考驗，還是錯誤的誘惑？在長久的凝視與內心激烈的交鋒後，一個更根本的智慧在他心中甦醒：這具身體不是敵人，而是渡河的木筏。摧毀木筏，如何到達彼岸？折磨身心，又如何升起照亮無明的智慧？他意識到，逃避享樂是執着，追求痛苦同樣是另一種更深的執着。真正的道路不在任何一種極端裡。他平靜地接受了那碗乳糜，這不是放棄，而是一次偉大的領悟。他發現了中道，不過度放縱，也不過度自我折磨，讓身心保持平衡與清明，這才是探尋真理應有的狀態。食物恢復了體力，而中道的領悟則點亮了他的心。他在清澈的泥蓮禪河中洗去6年的機構與執念。當他從水中站起，仿佛一次新生。他告別了那5位因他放棄苦行而失望離去的同伴，獨自一人走向河畔一棵鬱鬱蔥蔥的菩提樹。此刻他已不再是太子悉達多，也不再是苦行者喬達摩，他是一個放下了所有身份與方法的純粹的探尋者。他找到了方法，中道，擁有了工具，恢復的身心。現在他將進行最後的直面內心的終極求證。他的目光清澈而堅定，因為他知道答案不在身外的天國，也不在自虐的痛苦中，而只在當下，在自身心的最深處。覺悟的最後一步即將在那棵菩提樹下開啟。苦行者喬達摩將身體的試煉推到了極限。
6年2000多個日夜，他以近乎自毀的方式探索着解脫之道，但真相似乎並未因此靠近。當最後一絲氣力即將消散時，一個清晰的念頭如閃電般劃破了他意識的黑暗。如果折磨這具身軀就能獲得真理，那麼一頭衰弱的牛早該成為聖者。在濒死的邊緣，他第一次對自己選擇的道路產生了根本的懷疑。就在此刻，一位名叫蘇加塔的牧羊女出現了，她将一碗用牛奶和米熬成的乳糜虔誠地供奉給這位垂死的修行者。這是一個充滿象徵的瞬間。接受還是拒絕？拒絕意味着堅守苦行的榮耀，也意味着可能的死亡。接受則意味着承認失敗，向最基本的生命需求低頭。喬達摩選擇了後者，他接過了那碗乳糜，這並非妥協，而是一場更深刻的革命。他覺悟到，真理不再縱欲於苦行這兩個極端之中，那條真正的道路是穿越其中，不偏不倚的中道。身體不是需要戰勝的敵人，它是渡我們過河的舟筏。真正的戰場在內心，而不在形骸。飲下乳糜，在聖河中洗淨6年的塵垢與執念，喬達摩獲得了一種全新的力量。這力量不再源於对抗，而是源於平衡。他走向一棵碧波羅樹，後來的人們稱它為菩提樹、覺悟之樹。他用吉祥草鋪就座位，面向東方，結跏趺坐，發出了震動天地的誓言：若不能證得无上正等正覺，寧可此身粉碎，永不起此座。這不是一句口號，這是一個凡人向生命最根本的謎題發起的最終也是最徹底的挑戰。他將所有的覺知，所有的生命能量匯聚於一點，如箭在弦，直指真相的核心。最大的考驗此刻才真正降臨。內心的摩羅現出了他所有的形態：慾望的誘惑，死亡的恐懼，懷疑的低語，疲憊的侵襲。他們化作千軍萬馬，要撼動他的決心。這是最後也是最激烈的一戰。對手不是任何外人，正是自己億萬年來的習氣、無明與恐懼。喬達摩所做的只是將手伸向大地，觸碰這片承載一切的土壤。大地為我作證，他以無邊的慈悲與絕對的定力為盾，所有的魔君在觸及他內心光輝的剎那，如冰雪消融，化為滿天繁花，喧囂散盡，萬籟俱寂。在最深沉的夜色將近時，他抬起頭，看見一顆晨星清澈地閃耀在黎明的天際。就在睹見明星的這一刻，一種無法言喻的覺醒如宇宙初開般在他心中迸發，無數世的迷霧瞬間消散。他清晰地看見了生命的輪迴、痛苦的根源，以及那一條通向寂靜涅槃的道路。他不再是一個尋求者，他成為了覺悟者，佛陀。從悉達多太子到苦行者喬達摩，再到佛陀，這是一條關於勇氣、懷疑、追尋與超越的路，而這只是他未來45年轉身向眾生分享這份覺悟的開始。覺悟不是終點的輝煌，而是帶着了悟重回人間。